你莫急，回头我帮你查，看那刘百户到底是不是死在了8米前线。杀人的刀随手可得，我要找的是持刀之人。那你为何着急离开呢？都已经将唐啸逼到绝路了，你再推一把，他定能说出实情。他已经认罪，无需多问。唐啸若是真的和此案无关，又怎会对个中的细节如此了解？唐啸如此关注刘百户，那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想追他灭口。这么说，唐啸是主谋？他只不过是一条看门的狗而已。你留他的狗命，是为了引出他幕后之人。轮不到我，应该很快就有人来封他的口。行，你这忙我帮到底，我会让影子盯住唐啸。谢谢莫言。你说你这心急火燎的回城，可是去与苏家对峙？眼下走到这个地步，我退无可退，只能追根究底，彻查一切带罪之人。仔细想来，朝廷传出海禁的消息，的确是从苏令河那儿传出来的，才有了浙东购地风波。可是你这心心念念、尽心尽力扶持的苏家，真的要亲手毁了他？是毁是留，得看他是否真的有罪。你这心心念念全是真相，值不值得？我听山林大夜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出征芒鞋轻胜马，谁把欲所言语任平生。出征芒鞋轻胜马，谁怕欲所言语任平生。一蓑烟雨任平生。这一场雨，云开雾散呐。寻求真相，是我来到这世上唯一的目的。但是这世间若无公义，岂不更加荒唐？这世间本就满眼荒唐，凭你一己之力，能换几分清明？他们都说我不敢动，可能这方才是我最大的赌注。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回首向来萧瑟处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这簪子应该不值什么钱吧？你盯它看半天了。你那刀也不值钱啊。这是我养父留给我的。这也是我娘送我的唯一一个物件。
舒家当年也算大门大户，你爹娘为何如此吝啬？不是，我是说，留存至今的只剩他了。鱼。莫爷怎么也来了？方才的事情不要当他们面提及。好说，那正好把咱俩的事情说说吧。堂下的银子赔给我，我的银子拿去给连胜芳平账，这来来回回，我得到什么了？我答应你的是整个唐家产业，10几家赌坊，你可曾算过有多少钱？如何吃得下？你快说说。我自有安排。你可伤到了？还好。哎，如何不问问我？江南第一快刀，怎么会输给一个倭人？你少来，我就问你，唐孝那厮是不是还活着？是，或不是。亚楠，你随敬兄还有莫爷赶紧回上，我还有件事情需要处理。你去哪儿？一个人吗？你放心，不会有危险。钱掌柜，云公子，不知可否借我看一下商会的交易卷宗记录啊？怎么，还需上报苏会长？那倒不需要。会长特别有交代，只要云公子需要，商会全力支持。那便有劳了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公子想要找的是唐家赌坊的卷宗，对吗？公子，此番与唐啸对赌，能够以败局扭转乾坤，在下十分佩服，够精彩。只是胜是胜，但没看见公子从中得利。也没有看见唐啸伤筋动骨，所以我猜这个赌局还远未结束。公子后面还留有后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可否透露一二？我家小姐对此也十分感兴趣。我并非为唐啸而来。钱掌柜，有劳钱掌柜帮我找一下天庆24年商会的所有账目。天庆24年，公子为何要寻找10多年前的老卷宗呢？公子随我来。这些都是吗？公子想找哪一方面的交易，我帮你找。不劳您，我自己来。那公子慢慢看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多谢。
有牵扯，必付代价。如果你有手段能拿住唐啸，顺藤摸瓜，照这个线索查下去，那么骆家庄的血案一定会水落石出。这个事儿啊，你得问你的好友啊，连生坊的另一个东家，苏明玉啊。你想查清当年骆家庄的血案，但是首先南都城一定先会被你搅得天翻地覆。等待了15年的真相，比你想象的不堪。难道你此刻就懂了？你先告诉我，你会查到何等地步？凡有沾染，必付代价。这么久了，你这心心念念全是真相，值不值？这世间若无公义，岂不欲发荒唐？凭你一己之力，能换几分清明？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柯姑娘，没了脱籍文书，不管你跟明玉多么情投意合，朝廷法度也不会允许他娶你进苏家的门。苏姐姐，我从烧掉文书的那一刻开始，便想明白了，与其说我烧掉的是脱离贱籍的可能，倒不如说，我烧掉的是禁锢了我多年的枷锁。我若自卑自贱，即便我转入良籍，我也难逃罪臣之女的身份。阿姐，若没有一纸文书，当真不能长相厮守吗？孟兰看过了世间繁华如梦，人情冷暖。我只想活在当下，不想让此生留下遗憾。至于名分，不重要，我不要。既然你们不在意这世俗法度，那你们的婚事我就不予操办了。多谢阿姐，成全。谢谢姐姐。荣哥，刚才你脚步匆匆，有何急事？上回快打烊的时候，公子香忽然来了，他执意要调阅上期卷宗，他要查的是天庆24年的卷宗。所以，小姐，你觉得公子香这是何意？荣哥，大事如潮水，如果苏家的繁华不在，你作何感想？
唐老板可算回来了。你是叶督主的人？猜猜，你这是那边的人？哪边的人？那不妨直接表明你的身份，为何擅闯我唐府？唐老板这账本作假了吧？我虽然看不太懂，可这几本账簿的质地也太新了，一打开都能闻到楚树香。你连是谁都不说，你问这问那的，凭什么告诉你？行，那你与他说。叶督主，这位乃是我林渊的少主，寇元杰。唐某有眼无珠，参见少主。你先一五一十的说清楚，为什么要伪造账本？别这么凶嘛！唐老板这些年为林渊洗白了多少银子？论功劳苦劳，都该姓上。唐老板，让我看看你递交的宝贝吧。叶督主，此药典耗费我数十年心血，里边每一个药方都经我多方验证，当真是价值连城。将它献与您少主，献与林渊，唐某荣幸之至。这里每一味药材皆是稀世珍宝，价值连城。唐老板，这些年你是在账上做了多少手脚，贪了我林渊多少银子，才有了这本账典啊？叶督主，事到如今，这种玩笑就不敢乱开了。是吗？唐老板的珍藏真能抵了利息，绰绰有余。你过来。饶命！少主，饶命！唐啸，你可知你错在何处？偷窃，干扰。不，挪用银子伪造账目都无妨，但被我发现了就是错了。正如你擅奏主张对付公子香也无妨，但败给他就是错了。我这人一向宽容，却绝对忍不了失败。我错了，我认了。求你，再要给我最后一次机会。好啊，那就给你个机会。唐老板，若是连几个女人都赢不了，就怪不得我了。莫爷有令，今日必有人来打扰唐啸，给我定计。要保唐啸安危吗？唐啸生死无关紧要，务必注意来者。明白。阿冲留在西北角，上屋顶就能找到。好，我去传令。
如何？都清干净了。还是我岳无靠得住。但凡帮主人，岳无什么都愿意。就喜欢你乖巧懂事。叶宵，我初入南都城，你便如影随形。你究竟是前来相助，还是替南宫总管监视我？少主误会。哼。这10.5千两是我阁中应急专款，如今你错信唐啸，打算如何补偿？还请少主宽限些时日，属下自有办法。办法？又是南宫放那套手段？唐啸虽死，可赌方还在。若我们假借……够了！去把你的人手都召集过来，今夜我便好好教教你们，凌渊应当如何行事。先生，南都叶舵主飞鸽来信，念唐啸贪污阁内银两，与公子相对赌失败。少主突至南都，杀死唐啸，请先生定夺。你看，袁老板还在卷宗室啊！哎，该不是睡那儿了吧？快去看看，可别踢倒了尤德。袁老板，卷宗不得代理上会，除非会长批示才行。我现在就要去苏府拜会他。云公子匆匆而来，似乎是有10万火急之事，可为何现在却沉默不语呢？不如坐下，喝杯茶，有什么话慢慢讲。我想苏会长或许有话说。云公子，今日已入伏，天气湿热，难免火气伤肝，所以还需克制为好。我不需要将火去燥，我要釜底抽薪。要猛了，杀敌1000，自损800，所以这不是一件值当去做的事情。钱管家不是我，怎知我值不值得？我与云公子有陈年旧事要谈，去吧，无妨。没错，正如卷宗所记，当年是我苏家掀起了浙东的购地风波，但是当时我先父并非只是为一己之力，他是因无奈，只为自保。此话怎讲？天庆20年，文聪只身匹马闯入南都，短短几年，凭一己之力，将南都商界搅得风声鹤唳，南都富商巨贾频频败北，南都商会几近瓦解。
此事我已知晓。公子只知其一，而不知其二。文聪虽与公子师出同门，但是他做事风格极其狠厉。他决意将南都商贾全部击垮，留他一家独大。云公子，听闻云台素以护苍生为己任，可是文聪如此行径，是不是有违师门？文老如此行事自有道理。难道我们苏家就该坐以待毙吗？天庆24年4月20日，自东主购浙东清风铺田皮田谷120亩，计银1600两，银田2器，苏令和。是先父自会。天庆24年5月4日，令尊大人又将此处田产转售给了刘琦。刘琦也就是摘星楼的老板。据苏公子所言，你们两家是世交。天庆24年6月11日，刘琦又将此处地产转售给文老，以5200两的高价。短短2月，同一处地产转手2次，地价翻了3番。如此来看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令尊大人先散布了朝廷要在浙东沿海开海禁的谣言，然后以迅雷之势大量低价购入浙东地产。待到文老有所行动之时，沿海的地产已被抢购大半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从其他商贾手中高价收入，以期地价继续上涨，届时才行脱手。可不想次年春天，开海禁的谣言不攻自破，地价一落千丈。我粗略算过，文老此役损失约20余万两。经此一役，他再也无法以一己之力横扫南都商界，而你们苏家却是一战成名。令尊大人更是坐稳了南都商会会长之位。你所言，我不否认。钱管家，小姐一早起来还水米未进，这都5时了，再不吃怕是要饿坏身子的。退下吧。是。若云公子此番回来是为了寻仇，杀一儆百，足矣。杀谁呀？你吗？苏会长此言是忏悔还是威胁？该认的我都认了。人难免百密一疏，我来帮你回忆回忆。天庆24年9月13日，唐孝自江南布政司购得田皮田谷207亩。10月初3，将此处地产转售给文老。苏会长可想起来了？当年在布政司只购得一处地产，骆家庄。正是苏会长你绝口不提的唐孝和骆家庄。地契上写得清清楚楚，这宗交易是唐孝和文聪之间，与我苏家没有半点关系。令尊大人散布朝廷开海禁的谣言，策动浙东购地风波，但令尊想要的并不是击溃文老，而是要让文老永远无法在南都有翻身之日。所以下半场的棋局，唐孝成为了那个最精妙的棋子。当时浙东沿海地产在南都商户之间频繁转手，但是在地契之上却极少出现唐孝之名，便有了唐孝与你们苏家并无盟约之假象，这才使得文老他放松警惕，敢与那唐孝合作。云公子，我再说一遍，唐孝与我苏家没有任何瓜葛。接下来才是令尊大人最高明也是最险恶的招数。
当时浙东沿海的地产所剩无几，偏远的骆家庄正是其一。文老命戚天风去抢购，可就在此时，有人向文老出谋划策，说只要巧立罪名，就可以收买官兵屠村，还可以省下大笔用来购地的银子。这便有了当年的骆家庄血案。而在那明面上出谋划策之人，正是唐啸。唐啸只不过是一介开赌坊的商户，他即使有能力收买刘百户等官兵屠村，也断无可能控制朝堂政理，之后再把他们调往八闽前线剿寇，实为灭口。但反观你们苏家，和朝廷关系千丝万缕，想要达成此事，简直易如反掌，真相昭然若揭。还需我言明？云公子指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？真相就是，文老他遭人设计，一步步走向深渊，最后，他破了门规，起了贪念，却也独自背上骆家庄血案的罪名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苏家重掌商会，一步步立稳根基。而作为这一切的幕后操纵者，令尊大人他行此伤天害理之事，难道不怕半夜里被恶鬼拍门吗？不准侮辱家父！你入城以来，我始终与你为善，你不要得寸进尺，误以为我软弱可欺。所有证据一件件皆摆在面前，整场棋局获益最大的人是谁？只能是你们苏家，大到可以泯灭天良。公子祥，我看你与苏家的缘分已尽，请便吧。你到底是谁？你猜得到的。就算他云台神乎其神，说到底不过是个见不得光的江湖门派。若真有你死我活的那一天，我自有法子对付他。他不是云台的人，他是骆家庄的人。小雨，我长大以后会不会像柯姐姐一样美？才不会呢，那我也比你美，我才不在乎呢。我长大以后要当像舒姐姐那样的女侠，不用长得美。你们两个上边上玩去。你是不是很喜欢小孩子？小孩子天真无邪的，哪有人不喜欢？但这两个小妮子，鬼灵精怪，就怕在人生方待的时间久了，沾染了不好的习气。确实不是长久之计。我与明玉商量过了，苏家还有一处老宅空置着，我们打算把它改成善堂。那太好了。哎，你平时言必称苏公子，何时改口叫明玉了？快跟我说说，你们俩是不是算私定终身了？这苏明玉倒是靠得住，他若敢负你啊，我就打断他的腿。我虽舍不得，但是也多了你这个娘家人。这个怎么样？这哪有适合我的？
怪不得男人都喜欢你，连小孩子都说我不像个姑娘。你不是还有云东家吗？他昨天晚上出门连招呼都未曾打过，到现在也不知道人在何处。也还是在夜夜都想着云东家。或许姐姐就是喜欢这样的东家呢。也许吧。他这人就像是一只纸鸢，若是踏踏实实的落在地上，反倒不对。只要这纸鸢的线一直攥在你手里就好。这个呢？要不这个得了？这怎么行？就这个吧，又素雅又利落。行，听你的。好。这簪子还是不同，银光闪闪的，在夜里太容易暴露了。舒姐姐，你又不是整日打打杀杀。姐姐，城门全封了，小贩进不来，市场也不开。我出去了一趟，什么都没买到。封城了，这是为何？我也不知道，只是听说城门口来了好些兵，回来的时候还看到很多巡逻的衙役。食材还够，明日再去吧。哎，金石两呢？谁知道？我们好心撮合他俩，倒成我们一厢情愿了。难道是老金头一回被姑娘喜欢，还需适应适应？他真头一回。我哪知道？哎，云香回来没？苏明玉呢？他为工部的事去织造司了。唐笑银子送来了，我们去见。都站着干嘛？不舍得呀？等等，这唐家赌坊的赌金，按道理应该先送到广汇庄啊。啊，想来也无妨。这银子呢，既然在这儿，咱就先收着，待云香回来自会处置。是啊，云公子自会处置。姑娘何必难为我们这些下人？等等，这位姐姐，我哪里说错了吗？哪里来的混子？离连生坊远点。丫头，怎么了这是？这位姐姐脾气不小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送的不是银子，是什么脏东西呢？这银子连生坊不要。丫头，此事莫与我争辩，待云香回来，我自会跟她解释。姐姐，我倒是好奇，你要如何解释？你再敢多留一口，后果自负。行，我走便是。走。舒姐姐可是认识这小厮？唐笑诡计多端，莫要给自己揽麻烦。
你来南都，究竟想做什么？好久不见，姐姐。玉门山长几千重山，北山南总是风。人已远说须看火马，踏深山不见踪。春雨冥冥在你和我的心中。紧锁梁山心门，额头有天皱纹，那是心急如焚，怕风吹散缘分。人总和合纷纷，一生一次转身，从此这扇心门再不许人过问。一道残阳铺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红。可怜9月初3，灭落似珍珠也